底因前夜直接被扫地出门。哈里一手导演的反英和解大戏，临了栽在了一间客房上。查尔斯主动递出白金汉宫的入住橄榄枝，他拿安保当筹码，端着架子不肯接。等发现逼宫没用，转头想答应的时候，老国王直接收回成命，一句来不及布置把他挡在了宫门之外。偌大的白金汉宫775个房间，愣是腾不出一间给王子落脚。说白了，哪里是来不及准备，是王室的耐心终于被哈里的反复无常彻底耗光了。谁能想到，原本被吹成世纪破冰的祖孙团聚，最后会演变成全球围观的打脸现场。妻儿没来成，王宫住不了，连跟查尔斯见一面都成了未知数。哈里折腾了整整1个月，从全家反应的大阵仗，落到孤身一人打零工的下场，一步错步步错，全是自己做出来的。先给大家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啰得明明白白。事情要从6月底说起。考虑到哈里7月要回英国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倒计时，也念着4年没见的孙辈，查尔斯主动松了口，递出了橄榄枝，允许哈里7月返英期间住进伦敦的白金汉宫。这可不是普通的住所邀请，白金汉宫是英国王室的象征，是国王办公和居住的核心官邸，不是随便什么旁支亲戚都能住的地方。外界当时都觉得这是查尔斯推动父子和解的关键一步，老国王终究是心软了。哪怕哈里之前出书爆料、拍纪录片骂全家，看在孙辈的面子上，还是愿意给台阶。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台阶给的十足体面。按常理说，哈里就坡下驴，带着孩子回来住几天，祖孙见见面，父子关系缓和一下，哪怕不谈公事，亲情上也能往前迈一步。可哈里偏不，他非要拿着这个台阶当筹码，再往上谈条件。他的核心诉求还是那个老话题，全天候公费安保。他放话出来，光住的地方有安保不够，出门也要有警方持枪护卫，待遇要跟威廉凯特一个标准。说白了，住白金汉宫是他应得的，公费安保也必须给，两样都得满足，不然他不接受邀请。白金汉宫这边的接待是有严格时间节点的，775个房间听起来多，可每一间客房的启用都要配套安保、礼宾、餐饮、通讯一整套团队，还要跟哈里的私人保镖对接流程，提前几天就要调配人员布置安防，不是随口说一句收拾一间房那么简单。工作人员等着哈里确认答复，好启动筹备。结果他今天说要考虑，明天说安保不满意，一直拖着不给准信，拖到上周6上午，哈里团队正式回话，拒绝白金汉宫的入住邀请，理由还是那套老说辞，安保等级不够，住进去也不安全。查尔斯这边也干脆，你说不住，那就不住，直接通知后勤团队，所有接待筹备全部撤销，人员归位，安保方案作废，该干嘛干嘛。结果戏剧性的一幕来了，周6晚上，哈里那边又变卦了，传话过来说，我们接受邀请，哈里还是住白金汉宫。这一下直接把王室整不会了。上午你自己说不住，我们把所有安排都撤了，人都调走了，你晚上又说要住白金汉宫，又不是街边快捷酒店，总不能随来随住吧。很快，王室给出了正式答复，不好意思，时间太晚，后勤筹备来不及了，这次就不安排入住了。等于查尔斯直接收回了成命，原本递出去的橄榄枝，硬生生又拿了回去。哈里的发言人当场就急了，对外表达极度失望，话里话外都在说王室出尔反尔，故意刁难。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锅真的甩不到查尔斯头上。王室传记作家罗伯特·乔布森说的直白，客人拖到到访当天才答应应邀，本身就是失礼，更何况你上午刚拒绝，晚上就反悔，换谁家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双方的甩锅大战。哈里团队说，根本不是我们反复无常，是王室怕哈里的隐私诉讼连累国王，怕宪政尴尬，才主动撤的邀请。说白了就是，你们心里有鬼，怕我住宫里给你们惹麻烦，才拿来不及当借口。王室这边也没惯着，
直接联系各大媒体澄清事实，是哈里周六上午先正式拒绝的邀请。我们撤了所有安排之后，他才临时反悔想住。一句话就把真相摆到了台面上，不是我们不给你住，是你自己把机会做没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白金汉宫的王室成员留宿有一套执行了几十年的硬性规矩，所有留宿申请必须至少提前72小时提交正式确认函，安保团队要同步做全流程风险评估，从宫门到客房的巡逻路线、值守点位都要重新排布，专属服务人员、餐饮配给、出行车队也要提前排班，甚至连房间里的私人用品摆放都有固定的礼仪标准。尤其是涉及到有法律诉讼在身的人员，还要额外走宪政合规审核，避免国王被卷入司法争议。哈里周六晚上才临时反悔，距离他计划入住的时间只剩不到48小时，整套后勤流程根本来不及重启。当然，王室还补了个官方理由，说哈里起诉《每日邮报》的隐私案周二就要宣判，这时候住进宫里，容易把国王卷进宪政尴尬里。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只是个顺水推舟的体面借口。庭审日期早就定了，上周王室就清清楚楚，早不说有影响，偏偏等哈里反悔了才拿出来说。说白了，就是查尔斯不想接了，顺便找个体面的由头，给双方都留最后一点情面。一场本来可以温情收场的父子见面，硬生生被折腾成了全球围观的笑柄。表面看是一间客房的小事，往深了挖，这是积攒了6年的信任裂痕，在这一刻彻底摆到了台面上。很多人觉得不就是一间客房吗？查尔斯贵为国王，给儿子收拾一间能有多难？775个房间空着也是空着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这么想就太天真了。查尔斯这次收回邀请，根本不是来不及布置这么简单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立威。是老国王终于放下父亲的柔软，用君主的身份给哈里划下的最终红线。你品品时间点就懂了。邀请是查尔斯主动给的，他当然盼着儿子回来，盼着见孙辈。77岁还在抗癌的老人，对亲情的渴望做不了假。可他更清楚，哈里这几年的套路是什么？先接下好处，再接着好处逼更多特权，谈不拢就转头跟媒体卖惨。说王室冷血无情。过去这6年，哈里梅根一次次挑战王室底线，奥普拉专访扔种族歧视炸弹，网飞纪录片拆王室的台，备胎自传把全家老小骂了个遍。每一次闹完，查尔斯都顾念父子情分，没把事做绝，总留着一丝缓和的余地。可这份心软换来的不是感恩，是对方一次次的得寸进尺，拿亲情当筹码反复拿捏。这一次，查尔斯不想再惯着了。他主动给白金汉宫的住所，是父亲给儿子的恩典，是亲情的让步。可哈里拿着恩典当筹码，还想换更多特权，这就是在挑战君主的底线。你拒绝邀请，没问题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反悔了又想回来，对不起，晚了。王室的规矩从来不是摆设，国王的恩典也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。你可以选择离开，可以选择不要这份体面，可你不能想要就要，想拒就拒，把王室的礼遇当儿戏。更深一层说，查尔斯这是在借这件事告诉哈里，白金汉宫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，王室的身份也不是你想丢就丢，想捡就捡的工具。当年你主动要走，没人拦你，现在你想回来，就得按宫里的规矩来，轮不到你讨价还价。这一手玩得极高明，表面上是后勤来不及的客观理由，给哈里留了最后一层遮羞布，实际上是明明白白的拒绝，把反复无常者不配享有王室礼遇的信号传得清清楚楚，既守住了王室的尊严，又没落下父亲赶儿子的骂名，帝王平衡术算是玩明白了。他有父亲的柔软，更有君主的清醒。白金汉宫不是私人住宅，是英国王室的权力象征，不能由着个人性子朝令夕改。如果这次纵容了哈里的反复，那以后所有退出王室的成员都可以有样学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王室的规矩和威严就彻底成了笑话。往大了说，这也是查尔斯登基后推进精简王室计划的一部分。就在上个月，
他刚敲定让安德鲁彻底搬离皇家别墅，迁到桑德林厄姆的偏僻农场居住，连王室头衔和公务权限都全部剥夺。对亲弟弟都能下这样的决心，对反复消耗自己的儿子，自然也不会无底线纵容。退出了核心圈层，就要接受对应的待遇，权责对等，这是他定下的规矩，谁都不能破。而且他也算准了，哈里就算不满，也不敢真的撕破脸。毕竟哈里这次回英国，还要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的活动，还要打隐私官司，本身就需要维持受害者人设，顶多抱怨几句失望，不敢真的跟王室对骂。查尔斯这一步，既是敲打，也是试探。敲打哈里的韧性，试探他的底线。你要是真有心和解，就放下架子守规矩；你要是还想着玩套路逼宫，那对不起，王室不奉陪了。反观哈里这边，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稀烂，本质上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，低估了王室的底线。他这套以退为进的玩法，之前用过太多次了。先拒绝邀请，拿安保，拿孩子说事，逼王室让步。等王室松口给了好处，再勉为其难答应，既得了实惠，又立了被逼无奈的人设。之前几次交锋，查尔斯多多少少都让了步，给了行宫，同意见孩子，让哈里觉得这招百试百灵。所以这次他有恃无恐，觉得只要拿不住了，不回来了当威胁，父亲肯定会心软，安保的事说不定就能松口。毕竟白金汉宫的邀请都给了，再加个安保待遇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？可他忘了，人心是会被耗光的，耐心也是有额度的。查尔斯可以让一次，让2次，可次次都这么折腾，次次都拿亲情当筹码，再软的心也会变硬。更蠢的是，他选错了谈判的时机。你要是真心想谈安保，完全可以私下跟查尔斯沟通，父子俩关起门来怎么谈都行。可他偏不，非要通过媒体放话，用公开拒绝邀请的方式，把父亲架在舆论火上烤，逼他让步。这招对付普通人或许有用，可对付国王只会起反作用。查尔斯首先是一国之君，其次才是父亲。你当着全世界的面逼他破规矩，给特权，他要是答应了，王室的威严往哪放？君主制的规矩往哪放？说白了，哈里还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他总觉得自己是王子，是国王的儿子，王室就该围着他转，就该满足他的所有要求。可他忘了，从2020年签下桑德林厄姆协议，主动退出王室公职的那天起，他就已经不是核心圈子里的人了。他现在拥有的一切特殊待遇，全靠血脉情分撑着，是国王父亲给的情面，不是他应得的权利。情面这个东西，用一次少一次，消耗完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这次的住宿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以为白金汉宫的房间是他应得的，拒绝了还能再要回来，可实际上那是查尔斯念及父子情给的恩典，你不珍惜，自然就收回去了。现在的哈里只能住在伦敦市中心的私人酒店里，具体地址全程保密，出行全靠自己雇的私人安保团队，排场不小，可处处透着狼狈。有路人拍到他出入酒店的照片，身边跟着4个穿黑西装的保镖，全程低着头快步走，连镜头都很少看，跟当年那个笑着跟民众打招呼的开心王子判若两人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他藏在心里的私人计划。这次本来打算趁着带孩子回来，专程去一趟奥尔索普庄园，那是戴安娜王妃长大和长眠的地方。他想让7岁的阿奇和5岁的莉莉贝特亲手摸摸奶奶故居的围墙，看看奶奶长眠的花园，讲讲奶奶当年的故事。这个心愿他藏了好几年，之前每次回英国都来去匆匆，没机会带孩子去。可现在妻儿都没来，安保也没谈妥，去奥尔索普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，就连梅根原本的安排也落了空。之前团队放风说，梅根会从欧洲度假地直接飞伯明翰，跟哈里会合出席运动会的闭幕活动，夫妻俩同台亮相，再造一波夫妻同心的热度。可现在住宿风波闹得满城风雨，王室态度又冷，梅根那边悄悄改了计划，说行程有冲突，伯明翰也不去了。说到底，他也知道
没有王室背书的站台，去了也没多少流量，反而还得挨英国网友的骂，不如躲在美国遥控指挥，还能保住最后一点体面。更扎心的是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明白，王室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安保那点钱，是信任。从奥普拉访谈扔出种族歧视炸弹，到网飞纪录片吐槽王室冷暴力，再到备胎自传把全家骂个遍，哈里一次次把家里的私事抖给全世界，一次次消耗着王室对他的信任。现在别说住白金汉宫，就连见一面，查尔斯都要提前定下封口令，怕他转头就把谈话内容写进书里卖钱。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，谈什么亲情，谈什么和解？住不住白金汉宫不过是表象，父子之间的信任彻底破产才是最根本的问题。这件事里，威廉的态度也格外耐人寻味。从头到尾，他没说过一句话，没表过一次态，可他的立场比谁都鲜明。哈里反应前疯狂给他打电话发短信，他一个都没接。哈里住宿被拒闹得沸沸扬扬，他全程沉默，带着凯特和孩子该干嘛干嘛，连一句评论都没有。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，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哈里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参与，也不关心。其实想想也正常，威廉本来就对哈里彻底失望了，备胎里那些诋毁他和凯特的话，他至今都没法原谅。在他眼里，哈里今天的下场全是自己做出来的。父亲愿意给台阶是父亲的事，他作为王储，作为王室制度的守护者，不可能跟着一起妥协。威廉要守护的从来不是兄弟私情，是整个王室的未来。他不可能让一个反复无常、靠爆料家人赚钱的弟弟，随随便便进出核心官邸，影响王室的稳定。而躲在哈里背后的梅根，这次算是彻底失策了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哈里这套反复横跳的操作，带着浓浓的梅根风格，先造势，再卖惨，逼对方让步，不行就撤，典型的好莱坞流量炒作套路。之前在美国玩这套，次次都能赚流量赚代言，可放到英国王室这套千年规矩面前，根本不好使。梅根本来打着如意算盘，先让哈里回去试水，能住进白金汉宫最好，等于拿到了王室的官方认可。他的 Acer 品牌就能接着蹭公爵夫人的名头涨价。要是谈成了安保，下一步他就带着孩子回去，拍点祖孙同框的素材，既能立好妈妈人设，又能给品牌引流，一举多得。结果第一步就栽了，别说白金汉宫了，连王宫的门都没进去。哈里自己都灰头土脸，他就更没脸回去了。之前筹划的鞋子反应重塑人设的剧本，直接胎死腹中。更打脸的是，他之前到处放话，说自己和泰勒·斯威夫特是好友，结果人家办婚礼，他连邀请名单都没进，反倒是威廉录了祝福 VCR。他一直想挤进的美国上流圈，根本不认他那套落魄王室的人设。他一直想摆脱的英国王室，偏偏还是他唯一的流量密码。现在可倒好，王室这边的路越走越窄，好莱坞那边的墙也越砌越高，两头都想占，最后两头都落空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现在所有的商业价值全绑在前王室公爵夫人这6个字上，可王室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好感度是会耗尽的，等这点滤镜彻底磨没了，他那堆卖不出去的果酱、花茶还能卖给谁？哈里、梅根总觉得王室亏待他们，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他们从来没算过一笔账。这些年他们出书、拍纪录片、做演讲，赚的哪一分钱不是靠王室王子、公爵夫人的身份换来的？一边砸着王室的碗，一边吃着王室的饭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现在的梅根只能待在美国遥控指挥，看着哈里在英国处处碰壁，连王室的大门都摸不到。他的反应美梦，他的王室光环生意，经过这一遭，算是碎得更彻底了。整件事看下来，最无辜的还是阿奇和莉莉贝特2个孩子。查尔斯77岁了，还在抗癌治疗，见孙辈的机会见一次少一次。2个孩子长到7岁和5岁，总共就见过爷爷一面，连爷爷的样子都记不清。本来这次是最好的机会，住进白金汉宫，跟爷爷相处几天，哪怕不谈别的，
血脉亲情总能拉近一点。结果就因为成年人的算计和拉扯，孩子又一次失去了跟祖父见面的机会。他们对王氏的印象不是来自真实的相处，是来自父母嘴里的描述、新闻里的只言片语。本该最亲近的血脉亲人，硬生生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哈里和梅根总说要保护孩子隐私，可每次跟王室博弈，最先拿出来当筹码的，永远是2个孩子。孩子想爷爷，孩子回去不安全，孩子需要王室身份，孩子成了他们跟王室谈判的工具，成了卖惨薄同情的武器。他们口口声声说王室亏待孩子，可真正剥夺孩子亲情的，恰恰是他们自己。一次次的舆论大战，一次次的拉扯对峙，在孩子和王室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高墙。等孩子长大以后，对英国、对祖父、对自己的血脉家族能留下的印象，恐怕只有永无休止的争吵和骂战。这种亲情的缺失，是日后再多的财富、再大的头衔都补不回来的。等2个孩子长大，翻到当年的新闻，看到自己一次次被父母当成谈判的工具，不知道心里会是什么滋味。这才是最让人唏嘘的地方。本该最纯粹的祖孙亲情，硬生生变成了成年人博弈的牺牲品。复盘整件事，你就会发现，从来不是一间客房的矛盾，是积攒了6年的信任破产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白金汉宫775个房间，真的腾不出一间给哈里住吗？当然不是，腾不出来的是信任，接待不了的是那个随时可能把宫内谈话转头卖钱的客人。王室怕的从来不是哈里住进来，是住进来之后，某段客厅里的闲聊，某句私下的感慨，某个家庭的瞬间，转头就出现在新书里、纪录片里、采访里，变成新一轮的流量和销量。这种被背后捅刀的滋味，尝过一次就够了，没人想尝第2次。以前大家总说血浓于水，父子没有隔夜仇，可现在看来，血缘再浓，也经不住一次次的消耗，亲情再深，也架不住一遍遍的利用。当每一次见面都带着算计，每一次团聚都藏着剧本，再深的情分也有被耗光的那天。哈里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，觉得王室对不起他，觉得制度束缚了他，可他从来没认真想过，他今天拥有的一切名气、关注度、商业价值，从头到尾都来自这个他反复吐槽的王室。他享受了身份带来的红利，却不想承担对应的责任。他消耗了亲情带来的流量，却不想付出对等的真诚。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买卖。温莎家族传承700多年，靠的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耗和算计，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与坚守。查尔斯守住了国王的底线，威廉扛起了未来的担当。他们或许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他们都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。而哈里本该是最自在的那个，没有继承压力，有家人都抵，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。他总在寻找安全感，总觉得王室给的保护不够，却忘了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靠消耗亲情换不来长久的安稳，靠拿捏别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。白金汉宫的大门，或许以后还会为他打开，可门里面的人心，那些曾经无条件的包容和疼爱，一旦凉透了，就再也暖不回来了。老国王的耐心，从来不是用来伺候巨婴的，是用来守护王冠的。哈里如果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，还抱着既要又要的心思，那以后的路只会越走越窄。哈里和梅根也该醒醒了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